英国少女一个人毕业旅行，在异国他乡生日当天约会网友，一夜情后却发生让人意想不到的悲剧，整个过程都被监控记录了下来。因为这件事情发生在新西兰这个国家，这件事情甚至让新西兰总理都公开道歉。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起让人血压飙升、震惊整个欧美的真实案件。女孩名叫米兰，1996年出生于英国埃塞克斯郡。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父母和2个哥哥都非常疼爱她。她就读于英国林肯大学。2018年9月的时候，22岁的米兰顺利地从大学毕业了。她决定给自己1年的时间来一场毕业旅行。米兰的背包旅行始于秘鲁。2018年11月19日，在南美洲度过了愉快的6个星期后，她一个人从秘鲁飞往了新西兰北岛。她喜欢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旅行中的所见所闻，期间也一直通过社交软件跟家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讲述她每天发生的趣事。11月30日，米兰来到奥克兰市，入住市中心皇后街一家非常有名的青年旅社。2天后是米兰22岁的生日，今年她要一个人过生日了。想到这儿，米兰拿出了手机，打开了 Tinder， 这是国外非常流行的一款约会软件，就像国内的探探和陌陌一样，它会匹配附近适合你的约会对象。如果用户互相喜欢，就可以开始聊天。很快，软件就为米兰匹配了附近一名叫做杰西的男子。杰西1991年出生，是新西兰惠灵顿人。手机上2个人相聊甚欢，并且约好了第2天见面。米兰对明天的见面是既紧张又期待。在这样的情绪下，2个人互道晚安后，米兰进入了梦乡。转眼来到第2天12月1日下午5点45分，米兰穿着一件黑色连衣裙离开了旅店，来到奥克兰地标建筑天空城。他和杰西约好了在这儿碰面。在等待的过程中，他还拍了张照片传给家人。谁曾想，这竟然是他和家人最后一次联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让我们跟着监控记录往下看。在监控画面中，杰西出现了，热情地给了米兰一个大大的拥抱。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是好像没有很尴尬。2个人并肩走进商场，乘坐电梯来到一家餐厅，直到19点12分才离开商场。出来后的2个人并没有说再见，而是直奔马路对面一家墨西哥餐厅。米兰笑着进入餐厅，杰西让服务员给他们2个找个位子。待了1个多小时，杰西来到前台，拿出银行卡结账。2次餐厅结账都是杰西付的款。米兰觉得对方还挺有绅士风度的。他们从墨西哥餐厅出来后，这时已经是晚上8点30分了。独自一个人的米兰并不想这么早回去，他们决定去酒吧喝几杯。杰西对这家酒吧似乎很熟，在这里面还碰到了熟人，打了下招呼。几个小时的相处下来，2个人暧昧的气氛不言而喻。在酒吧里，杰西揽过了米兰的头，非常温柔地亲吻了几下。监控里的米兰并没有拒绝，他默许了这个行为。杰西很健谈，2个人一起聊着天，喝着东西，时不时的还会亲一下。感觉杰西应该是个情场老手很会把握和女孩的相处节奏。在杰西短暂离开位子的时候，米兰还给他的朋友发了信息，说自己正在和一个男人约会。男人说，既然明天是米兰的生日，那就喝酒喝个够吧。他对朋友说，我真的好喜欢他，我明天告诉你发生了什么。在酒吧待了1个多小时，到了21点40分左右，也许是酒精的左右，出来酒吧后，2个人的姿势已经变得更加亲近，完全不像是第一次见面的人，看起来呢更像是热恋中的情侣一样。杰西搂着米兰回到了自己居住的城市生活酒店，米兰呢跟着杰西走出了3楼的电梯，这也是米兰最后一次出现在监控录像中，之后家人就再也联系不上米兰了。第2天12月2日，也就是米兰生日这天，朋友没有等到米兰分享约会结果的消息，同样的，家人和朋友们给他发去了生日祝福，也一直没人回复。有点担心的家人赶紧试着给他的2部手机打电话，可是手机直接进入了语音信箱。异国旅行中的米兰突然失联了，这让家人陷入了万分的焦虑和不安。焦头烂额的米兰父母向当地警方紧急报案，米兰的父母也飞抵奥克兰，举行了一场令人心碎的发布会。
发布会上，这位60岁的父亲强忍着泪水，恳请大家帮助他寻找失踪的女儿。米兰是一个可爱开朗、热情、非常顾家的女孩，我们真的非常担心她的安危。我的女儿从来没有跟家人失联过这么长时间。可是，父亲的泪水终究没能给女儿换来生的希望。警方通过监控记录发现，从米兰走出3楼的电梯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这说明米兰要么就还在酒店，要么就已经被人带出了酒店。不管是哪种情况，作为和米兰最后一个待在一起的人，杰西都有着重大的嫌疑。他们在找到杰西后，直接将他带回了警局，并对他提出了正式指控。不幸的消息接踵而至，击碎了家人们最后的期盼，米兰已经遇害了。毫无悬念，凶手就是全程监控记录下和米兰一起的男人杰西。杰西在大量的监控证据下，也很快承认了自己的罪行，说出了米兰遇害后被他丢弃的地点。12月9日，一支由18人组成的调查小组在奥克兰西区怀塔克雷山脉展开了密集的搜索。当天下午，在一片树丛中，米兰的遗体被找到了。这是一起让人不忍直视的惨案。那米兰在人生的最后几个小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凶手又是如何将他带离酒店抛尸在山区的呢？我们继续跟着监控往下看。12月2日早上8点，当时的米兰应该已经遇难。杰西在进入电梯后下意识地瞄了眼监控，果然啊，人在做了坏事后就容易心虚，已经有了担心被拍到的意识了。早上8点07分，杰西出现在距离酒店不远的一个商场，进入了一家卖家居用品的店。我们能看到杰西此行的目的非常明确，他直接奔向放行李箱的区域，挑选起了行李箱，直接是往大了挑。付款后匆匆离开。8点14分，杰西就带着已经买好的行李箱乘坐酒店电梯回到了房间。可他又在8点32分再次出门，这次他去了市中心的超市。杰西在拿好东西后来到自助柜台付款。柜台的监控非常清楚，他购买了清洁剂、橡胶手套、塑料袋等物品，然后用现金付的款。所有的行为在监控里是看得一清二楚。8点40分回到酒店后，这次杰西在房间里待了2个小时。这个时间段在酒店里干了什么也就不言而喻了。一直到10点25分左右，杰西再次出门。请注意，此时和2个小时前的裤子颜色不同了。出来酒店后，他在10点33分坐上了一辆出租车。出租车里，杰西一脸严肃，看起来心事重重，非常紧张，并不放松。他在9点40分来到了一家租车公司，他租了一辆红色的丰田。11点回到酒店后，下午2点53分他又出门了，身上穿着一件黑色短袖和牛仔裤，直接是换了一整套衣服。空手出门的他，下午3点57出现在一家餐厅，他居然还有心情和人约会，真是不可思议。在和一个金发美女喝了一杯后，2个人离开。下午5点42分，他回到了酒店，坐电梯回了房间。直到晚上7点50分，杰西出现在了电梯里，他又换了一条裤子。他来到早上的超市，租了一台地毯清洁机。在晚上8点24分，这时新西兰的天已经慢慢暗下来了。他带着清洁机返回了房间。大概1个小时，清洁工作应该已经完毕。杰西再次进入电梯，去超市归还了机器。从早上8点忙到现在，这一期间想必所有的善后工作都已经完成，就差最后一步了，那就是怎么把米兰运出酒店。果不其然，晚上9点30分，监控里他用酒店推车从房间里推了2个行李箱出来。进电梯的姿势可以看出行李箱的重量不轻，从推车到将行李箱装进停在路边的汽车，全程都是他自己完成，没有让酒店服务员帮忙，当然肯定也不敢让服务员帮忙。然后呢，他就将车开到了附近一家收费停车场，车辆当晚就停在了停车场内。看来杰西很聪明，车子停在路边肯定不太安全，万一发生个什么意外，不就被发现了。在他看来，停车场更安全些。他做的一系列行为都非常严谨，从买手套等工具到装箱子、清理酒店的地毯，再运出来装上车，只是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这些都被各个街头摄像头和商店的监控给记录了下来。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他打算如何处理这2个行李箱。2018年12月3日早上6点50分，也就是米兰失踪的第3天，杰西早早的就开着租来的这辆红色小车出现在了奥克兰西区的一家建材商店。他在店里买了一把铁铲，然后用现金付了款。值得注意的是，在与米兰约会时，杰西一直是刷卡付款，但是从第2天起，他的每笔付款都是使用现金。我想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自己留下消费记录。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他所有的小动作都被监控记录得清清楚楚。买好铁铲后，杰西将车开到了奥克兰西区的山区中。因为山区太过偏僻，没有监控，这段画面也就没有了。时间来到9点30分，他开车回到了酒店，一路光着脚，背着个包就回了房间，看起来像刚干完活的样子，非常狼狈。20分钟后，杰西换了身衣服，拿着袋子前往干洗店，把车开到洗车场，然后呢，带着2个行李箱回了酒店。12月5日下午5点，杰西背着包来到奥克兰市中心的公园，扔下了一些东西后原路返回。警方事后调查发现，垃圾桶里被扔下的正是米兰的个人物品。而杰西在事后一直住在这家酒店里，6号中午还西装笔挺、人模人样的离开酒店出门约会。直到警察因为米兰的失踪来到酒店寻找杰西，正当警察说着，酒店外刚回来的杰西看到警察，赶紧掉头离开，但是被酒店的保安看到，警察赶紧追了出来。因为警方掌握了凶手完整的时间线，案子很快就破了。可是米兰在酒店里和杰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1年后，2019年的11月6日，关于案件的审理也正式开始。法庭上，杰西的辩护律师称，当时是女生让杰西用力掐她的脖子，就是为了得到快感，所以女生的死亡纯属意外，这是年轻情侣间常见的过激性行为导致的，不是谋杀。但是这个说法很快就被检察官驳回了。如果是意外，杰西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报警叫救护车，还在12月2日用手机搜索处理尸体的办法？这显然是有计划的杀人。不仅如此，更丧心病狂的是，杰西在12月2日的凌晨1点41分用手机浏览了一些成人网站，还拍了几张受害者已经去世的私密照片。之后呢，还对酒店房间进行清理，将受害者抛尸山区。这一系列的行为都是杰西故意杀人后的关键意义。更可怕的是，事发之后，杰西跟没事人一样，继续用约会软件约人，还和对方见了面。检察官的说法得到了陪审团的认同。最后，杰西被判处终身监禁，17年后才有假释的可能。新西兰这个国家没有死刑，这在新西兰也算是最重的刑罚了。其实当时在审判期间，杰西申请了姓名保护禁令，民众甚至不知道犯下如此恶行的人到底是谁。他的辩护律师说，公布他的名字会妨碍司法公正。直到2020年年底禁令失效，他的信息才被公开。很多和杰西有过接触的人爆料，杰西是一个没有工作、满口谎言的混蛋，并且有数位女生在看到信息公布后报警控诉被杰西伤害过。这不会减少我们在过去1年中不得不忍受的痛苦和苦难。米兰爸爸说，1年前米兰被以最残酷的方式带走，我们的生活被撕裂。米兰是我们的阳光，它将永远被怀念。惨案发生后引起了众多媒体高度关注，当时还在欧洲国家数十家媒体上都上了头条。而新西兰之前一直被游客们认为是安全感极高的国家。新西兰总理在这件事情后也哽咽着说，这桩谋杀案是一场悲剧，我代表全新西兰人民向米兰的家人道歉。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交友变得越来越随意，殊不知就在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时，暗中也早已隐藏了很多陷阱和诱惑，更有一群人面兽心的家伙在手机的另一端图谋不轨。希望今天的视频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思考。好啦，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啦，感谢您的收看，拜拜。